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灵帝昏庸，朝纲腐朽，天灾人祸，异象频生，预示着乱世降临，汉室江山摇摇欲坠。巨鹿郡张角自称天公将军，以符水治病，广招信徒，发动黄巾起义。其势如燎原之火，迅速席卷大汉。张角：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黄巾贼势不可挡，朝廷震惊。灵帝即发诏书，号召天下豪杰义士共讨黄巾。此诏令如石头入湖，激起无数涟漪。河北涿郡，刘备见诏书，感叹汉室倾颓，百姓疾苦，心生忧国之情，却苦于无力匡扶，长叹不已。刘备：大汉江山，竟至如此，百姓苦难，吾心何安？此时，一彪形大汉抱头环眼，燕汉虎须，声音洪亮。他见刘备叹息，便大声询问，展现其豪迈不羁。张飞：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，却在此长吁短叹，是何道理？刘备道明心志，张飞闻言大喜，他慷慨邀请刘备前往庄上共商大计，更欲散尽家财以报效国家。张飞：吾有庄田，愿助兄长成就大业。刘备：足下深明大义，实乃吾辈之幸。二人来到酒肆，正欲共饮，忽然又见一位红脸长髯、身形魁梧的英雄。他推着车，气宇轩昂地走向他们。关羽，请速与吾二斗酒，吾欲赶路。三人相见，如同天意。在张飞庄上，他们煮酒论英雄，发现彼此志向相投，皆为匡扶汉室，忧国忧民。刘备：吾本汉室宗亲，愿为国尽忠，奈何事单力薄？关羽：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张飞：正当共谋大事，何不结义？次日，三人相约张飞庄后桃园。春日桃花盛开，他们备下祭品，欲结拜为异姓兄弟，同生共死，事共大事。桃园深处，香烟缭绕，他们面对苍天，跪地盟誓。此盟约超越血缘，立下了千古传颂的桃园结义。三人：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三人：皇天厚土，实见此心，备义忘恩，天人共诛。结义之后，三人广招乡勇，打造兵器，备骑马匹。刘备资金不足，商人张世平、苏双慷慨资助，英雄一举得天下响应。张世平：将军乃英雄，我等愿倾囊相助。刘备：多谢二位义士，他日必当重报。刘备率领500义军出战告捷，在程远志的黄巾军营前手斩黄巾贼先锋，展露英雄本色，军心大振。刘备：黄巾贼寇，束手就擒，将者免死。刘备援军赶至，恰逢卢植被黄巾围困，刘备奋勇突围，解救卢植。卢植对刘备的忠义与胆识赞不绝口。卢植：玄德真英雄也，此恩此德，老夫铭记于心。董卓奉命讨贼，却兵败如山倒，被黄巾军困于广宗。他狼狈不堪，焦急万分，危在旦夕。董卓：可恶！黄巾贼竟如此凶猛，谁能救我？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义薄云天，奋力冲杀，如同虎入羊群，斩杀无数黄巾贼，救董卓于水火之中。
张飞，匹夫焉敢伤我兄长？看我燕人张飞在此。关羽，贼子受死。董卓脱险后，却傲慢无礼，轻视刘备三兄弟。他以其无官职而视之为无名小卒，毫无感恩之心。董卓，汝等乡野匹夫，何足道哉？退下！张飞闻言大怒，怒目圆睁，欲鞭打董卓。刘备急忙劝阻，顾全大局，强行将张飞拉走，避免事态恶化。张飞，无礼匹夫，吾今日便教训你。刘备，三弟住手，莫要误了大事。刘备兄弟与董卓不欢而散，途中巧遇同窗公孙瓒，诉说苦衷。公孙瓒深表同情，并将刘备引荐给皇甫嵩。公孙瓒，玄德兄心怀大志，岂能屈居人下？刘备，幸遇旧友，得此指点，吾心甚慰。在皇甫嵩帐下，三兄弟奋勇杀敌，终于击溃黄巾主力。汉室天下占得安宁，但刘备却仅获县尉之职。刘备，吾本欲匡扶汉室，却只得此微末官职，奈何？英雄首立功，却未得重用。刘备不甘沉沦，他深知大汉的动荡才刚开始，他的乱世之路方才启程。刘备，大丈夫当立功名于天下，岂能久居人下？话说刘备三兄弟平定了黄巾贼乱后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朝廷总算看见他们的努力，特别是刘备，他表现得真是可圈可点。各地百姓也都知道了这位仁义的刘皇叔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都希望他能继续为百姓造福呢。百姓甲，刘皇叔真是仁德，为我们除了害。百姓乙，是啊，有他在，我们总算能过几天安生日子了。朝廷为了奖励刘备，给了他一个小官职，叫做安喜县尉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啦。这对刘备来说也算是个新的开始，虽然官职不大，但他还是很认真，想着怎么好好治理安喜县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刘备，我刘备定会尽心尽力，不负朝廷与百姓所托。刘备到了安喜县，果然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百姓们都对他赞誉有加。安喜县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欢声笑语，大家过着太平日子。刘备也常常和关羽、张飞兄弟们一起巡视县城，看看有什么能帮助百姓的。关羽，大哥治县有方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张飞，哈哈，大哥您就是百姓的父母官。好景不长，没多久，朝廷派来了一位督邮大人，要来巡查各地的官员。这督邮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仗着自己是朝廷派来的，一到地方就摆起官架子，颐指气使，嚣张得很，让县里的人都感到非常不满。督邮，本官奉命巡视，尔等地方官员还不快来拜见？这督邮大人来了之后，根本不理会刘备的清廉政绩，反而一味地向他索要贿赂。刘备当然不肯给，毕竟他就是个清官嘛。没想到督邮见刘备不从，更是变本加厉，对他百般刁难，甚至连见面都推脱不见。督邮，哼，区一个县尉，竟敢不识抬举。刘备虽然心里很气愤，但他还是忍着，毕竟对方是朝廷派来的。他多次试图拜访督邮，希望能解释清楚，
证明自己没有问题。但每次都被督邮的仆人挡在门外，说什么大人身体不适，或是大人正在忙碌，就是不让他进去。门人：我家大人今日身体不适，不便见客，县尉请回吧。刘备：我有要事禀报，烦请通传一声。面对督邮的傲慢和刁难，刘备感到非常委屈。他想着自己辛辛苦苦为百姓做事，却被这样一个贪官污吏欺压，心里真是又气又闷。他默默地回到县衙，脸色铁青，闷闷不乐，连平日的笑容都消失了。刘备：哀，我为百姓尽心竭力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话说张飞这个急性子，哪里受得了这种气？他听说了督邮如何欺负大哥刘备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他平时就看不得别人欺负好人，何况这次被欺负的还是他最敬重的大哥。他当场就怒吼起来，嚷着要去替大哥出气。张飞：这个狗官竟敢欺负我大哥，我张飞饶不了他。张飞可不是说说而已，他二话不说，提着长矛就冲到了驿馆。只见他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怒气冲冲地冲进去，把驿馆里的那些看门小兵吓得屁滚尿流。他大声呵斥，要求那些小兵立刻把督邮给叫出来。张飞：狗官何在？速速滚出来见我！小兵：将军息怒啊！张飞找到督邮后，哪里还会客气？他一把揪住督邮的衣领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从屋里拖了出来。督邮吓得脸色惨白，连连求饶，但张飞根本不理会。他把督邮拖到驿馆外的一棵大树下，直接用绳子把这个贪官捆在了树上。督邮：饶命啊！壮士饶命！我知错了。张飞：哼，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捆好之后，张飞拿起随身带的鞭子，二话不说就开始狠狠地抽打督邮。他每抽一下，嘴里就骂一句：“你这狗官，竟敢欺负我大哥！”鞭子声啪啪作响，督邮的惨叫声也传遍了整个驿馆，周围的人都吓得不敢靠近。张飞：叫你欺压百姓，叫你贪赃枉法。督邮：啊，别打了，我招了，什么都招。关羽听说张飞去打督邮，赶忙拉着刘备跑了过来。只见张飞打得正起劲，鞭子在空中划出道残影。刘备看到督邮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心里也明白张飞是替自己抱不平，但他知道这样下去会惹出大麻烦，便赶紧上前劝阻。关羽：三弟，住手，莫要伤了性命。刘备：义德，够了，再打下去，恐会酿成大祸。刘备看到督邮的惨状，又想到自己的委屈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他知道张飞是为他好，但也明白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灾祸。权衡再三，刘备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他解下了县尉的印绶，决定辞官不做了。刘备：此官不当也罢，我不能看着兄弟为我蒙受不白之冤。关羽：大哥，这如何是好？就这样，刘备辞去了安喜县尉的职务，和关羽、张飞兄弟三人一起再次踏上了漂泊的旅程。虽然失去了官职，但他们兄弟情深，更加坚定了彼此的心。他们知道未来还有更艰难的挑战等着他们。张飞：大哥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我们兄弟去哪都行。刘备：好，我辈兄弟一心，何惧前路艰险？另一边，京城洛阳可就没这么平静了。话说当时朝廷里
有一个权力很大的将军，叫做何进。他是当朝皇后的哥哥，因为这个关系，他在朝中的地位非常高，掌握着兵权，势力庞大。何进虽然贵为大将军，但朝廷里还有另一个势力，那就是时常是那些宦官。这些宦官仗着皇帝的宠爱，在朝中作威作福，搞得乌烟瘴气。他们和何进互相看不顺眼，斗来斗去，让整个朝廷都不得安宁。宦官甲：哼，何将军不过是个屠夫出身，也敢与我等作对？何进：这些阉贼专权乱政，实乃国之大患。何进实在是受不了这些宦官了，他私下和自己的谋士袁绍等人商量，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宦官给铲除掉。袁绍建议他，不如召集天下豪杰，让他们带兵进京，这样一来，宦官们肯定会吓得魂不附体。袁绍：大将军欲除此等乱臣，非召天下豪杰不可。何进：此计甚妙，定能让那些阉贼闻风丧胆。何进听了袁绍的建议，觉得非常有道理，于是就下令给各地的诸侯和将军，让他们带着军队来京城擒王，其实就是想借刀杀人，用外地的势力来清除宦官。他以为这样就能万无一失，却没想到引狼入室。何进：传我将令，各地诸侯速速带兵入京，共讨国贼。何进的妹妹，也就是皇后，和一些明智的大臣听说何进要这么做，都非常反对。他们觉得这样引狼入室，会让局势更加不可收拾。皇后劝何进不要这样做，担心会引发更大的混乱，但何进却不听劝告，一意孤行。何皇后：兄长三思，引外兵入京，无异于玩火自焚。何进：妹妹不必多虑，为兄自有分寸。宦官们得知何进的计划后，也开始秘密地策划反击。他们假传圣旨，骗何进进宫议事。何进不疑有他，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宫。没想到，他一进宫门，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宦官们一拥而上，乱刀杀害了。洛阳城从此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。宦官头目：何进谋逆，杀了他。何进：你们敢？话说，大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城里，因为大将军何进被宦官杀害，各地军阀趁机涌入，城里乱成一团。没想到，西凉军阀董卓也趁着这股混乱，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城了。他心里可是打着坏主意呢。董卓一进城，就用强硬的手段收编了多支军队，还故意让士兵们夜里进城，白天出城，反复进出，假装自己有更多军队，让洛阳百姓和官员们都感到非常害怕。他的气焰真是嚣张。百姓甲：这董卓的军队怎么这么多？感觉每天都看不完。百姓乙：是啊，看他那嚣张的样子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人。几天后，董卓在朝堂上召集了所有文武百官。他看着年幼的皇帝刘辩，心里盘算着要趁机掌控大权。大殿里气氛凝重，大家都不敢说话，都在等着董卓开口，不知道他又要耍什么花招。董卓清了清嗓子，语出惊人，直接提议说：如今皇帝太过年幼，能力不足，我看不如废了他，改立更聪明的陈留王为皇帝。这话一出，在场的官员们都吓傻了，整个大殿鸦雀无声。
董卓，皇帝年幼无能，天下不安，不如立陈留王，以安社稷。就在大家都被董卓的气势吓得不敢吭声时，却说滨州刺史丁原突然站了出来，他对着董卓大声痛骂：“你这乱臣贼子，竟然敢废立天子，难道是想谋朝篡位吗？”场面瞬间剑拔弩张。丁原，董卓，你这乱臣贼子，竟敢废立天子，莫非想谋朝篡位？丁原话音刚落，只见他身后走出来一位气宇轩昂的将军，手持方天画戟，威风凛凛，正是丁原的义子吕布。吕布瞪着董卓，气势汹汹，仿佛随时都要冲上前去，吓得董卓心头一震。吕布，丁刺史说得对，我吕布在此，谁敢放肆，休怪我手中方天画戟无情。董卓没想到丁原这么强硬，更没想到吕布竟然如此勇猛，一时之间竟然不敢轻举妄动。他心里虽然很不甘心，但面对吕布的威吓，只好暂时收敛锋芒，草草结束了这次朝会，灰溜溜的离开。董卓，哼，今日暂且不提，来日再议。散招。董卓回到府邸后，越想越生气，他找来心腹谋士李儒商量。李儒却冷静地分析说，吕布是个万夫不当之勇士，主公如果能收服他，将来大事可成。董卓听了觉得很有道理。董卓，丁原小儿竟敢与我作对，还有那吕布，真是可恨。李儒，主公不必忧虑，吕布虽勇，却只是丁原义子，可设计收服之。这时，董卓的另一位部下李肃突然走上前说：“主公，我跟吕布是同乡，对他很了解。他那个人只看重利益，只要给足金银珠宝，再搭配一匹绝世宝马，他肯定会背叛丁原，投靠您。”李肃，主公，我与吕布是同乡，他贪财好利，若得重宝，必弃丁原而来。李肃继续解释说，吕布最喜欢的就是那匹日行千里的宝马赤兔，如果能把这匹马送给他，再送上大量金银珠宝，吕布肯定会心动。董卓一听要送自己最爱的赤兔马，有些舍不得。李肃，我听闻他对一匹名叫赤兔的宝马垂涎已久，若赠此马，他必来投。董卓，赤兔马乃吾之所爱，如何舍得？李肃看到董卓犹豫，连忙劝说：“主公，若能得到吕布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一匹马算什么？”董卓被说动了，虽然心疼，还是决定照办。于是，李肃带着赤兔马和金银珠宝，悄悄去见吕布了。李肃，主公，为天下大计，一匹宝马又算什么？董卓，罢了，为我大业，便依你所言。却说吕布当时正郁闷呢，毕竟上午在朝堂上把董卓骂走了，董卓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正独自一人在帐中烦恼，没想到李肃竟然偷偷的来访，还带来了这么多金银财宝，让吕布又惊又喜。吕布，李肃将军，你深夜造访，所为何事？李肃，奉董卓大人之命，特来拜会将军。李肃一进门就对吕布大献殷勤，夸赞吕布是天下无双的英雄豪杰，说董卓大人非常欣赏他的勇武。接着，他直接展示了那匹神骏的赤兔马和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，吕布的眼睛都看直了。李肃，将军威风凛凛，天下无双，董卓大人仰慕已久，特命我来献礼。李肃见吕布满脸喜色，便趁热打铁地说：“
董卓大人认为将军是盖世英雄，跟丁原这样的小人在一起，实在是屈才了。他诚心邀请将军前来投奔，共享富贵。这话一下子说到了吕布的心坎里。李肃，将军英雄盖世，何苦屈居兵原之下？董卓大人愿与将军共创大业。吕布听了李肃的话，又摸着赤兔马，看着金银财宝，心里开始激烈挣扎。一边是养育他多年的义父丁原，另一边却是能给他荣华富贵、实现抱负的董卓。他贪图富贵的本性开始占了上风。吕布，义父待我不薄，但我若能投奔董卓，前途岂不更加光明？李肃看准时机，最后添了一把火。将军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董卓大人正当事，将军何不弃暗投明？这句话彻底打动了吕布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。李肃，将军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何不弃暗投明？吕布，罢了，我意已决。没想到，吕布为了赤兔马和金银财宝，竟然连自己的义父都不要了。他找个借口来到丁原的帐中，趁其不备，手起刀落。可怜的丁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这样被吕布无情地杀害了。吕布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提着丁原的首级，带着军队，连夜赶往董卓的营寨。他把丁原的头颅献给董卓，表明自己的投诚。董卓看着吕布，心里乐开了花，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。吕布，董卓大人，丁原已死，吕布特来投奔，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。董卓看着吕布，那叫一个满意，立刻上前牵着吕布的手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义子了。”吕布也跪拜在地，高喊义父。就这样，董卓收服了吕布，这两个狠角色终于走到了一起。董卓，吾儿奉先，从此我父子一心，共创大业。吕布，义父在上，孩儿吕布愿誓死追随。就这样，董卓有了吕布这位天下无双的虎将辅佐，势力更是如日中天，再也没人敢公开反对他了。从此，他在洛阳城里横行霸道，为所欲为，大汉王朝的命运也因此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。董卓，哈哈哈！吾儿奉先在此，天下谁敢不从？话说董卓那家伙带着大批兵马闯进洛阳后，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。他自作主张，想把当时的小皇帝给废了，然后换上陈留王。这让朝廷里好多人都看不下去，但又不敢说什么。董卓，这皇帝实在太懦弱了，根本不成器。董卓，我看还是陈留王更适合坐这龙椅。却说有个叫丁原的滨州刺史，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，他可不吃董卓那一套。他公开站出来反对董卓废立皇帝的决定，还把自己的义子吕布带在身边，准备跟董卓硬碰硬。丁原，国家大事，岂能由你一人独断专行？丁原，废立皇帝之事，绝不可能。吕布，义父，看我替你教训这狂徒。没想到董卓这个人真是诡计多端，他知道吕布是个猛将，于是就派人去偷偷收买吕布，还送上了一匹名叫赤兔的宝马。这匹马可是日行千里，让吕布看了心花怒放，哪还记得什么忠义啊？李儒，吕将军，董太师仰慕您的勇武。
李儒，这赤兔马，配英雄再合适不过了。吕布收了董卓的好处后，立刻就变了心。他夜里偷偷潜入丁原的帐篷，一刀就把自己的义父给杀了，然后提着丁原的首级，屁颠屁颠的跑去投靠了董卓，真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啊！吕布，义父，别怪孩儿，这都是情势所逼。吕布，董太师，这是丁原首级，我来投奔您了。董卓得了吕布这员猛将，更加得意忘形了。他在朝堂上大声宣布要废除汉少帝，改立陈留王为皇帝。朝臣们虽然心里很不服气，但面对董卓的跋扈和吕布的威胁，也只能敢怒不敢言。董卓，汉少帝懦弱无能，不配为君。董卓，今日起，陈留王为新帝，谁敢不从？吕布，谁敢反对？我的方天画戟可不认人。只见在朝堂上，董卓气势汹汹地逼着汉少帝写下退位诏书。年幼的皇帝和何太后哭哭啼啼，场面真是凄惨。朝臣们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像刀割一样，却没有人敢上前阻止。汉少帝，董太师，朕何罪之有？何太后，董卓，你这逆贼，不得好死！随后，董卓就把废掉的少帝和何太后赶出宫去，后来还狠心地毒死了他们。权力的游戏就是这么残酷，一旦失去利用价值，曾经的皇帝和太后也逃不过被杀的命运。陈留王刘协就这样登基为帝，史称汉献帝。不过，这新皇帝不过是董卓手中的一个傀儡罢了，真正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董卓手里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无人能挡。董卓，陛下万岁！不过，朝政大事还是老夫说了算。汉献帝，年幼而恐惧，太师说的是。董卓这家伙当上相国后，更是无法无天。他对朝廷大臣随意呼喝，动不动就杀人，简直把洛阳城弄得乌烟瘴气。老百姓们生活在恐惧之中，朝臣们也个个自危。董卓，谁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杀无赦！百姓甲，董卓这贼子，真是天杀的！朝廷里有个叫袁绍的，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他在朝堂上公然跟董卓吵了起来，指责董卓专权跋扈。虽然袁绍最后怒气冲冲地跑了，但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丝反抗的希望。袁绍，董卓，你这国贼，岂敢如此胡作非为？董卓，袁绍，你敢造反吗？来人，拿下他！这时候，身为司徒的王允心里可真是急得火烧火燎。他表面上装病不去上朝，实际上却偷偷召集了一批有志之士到家里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为汉室的未来忧心忡忡。王允，国家危矣！董卓这贼子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众臣，我等寝食难安，不知该如何是好啊！就在大家愁眉苦脸的时候，曹操突然开口了。他眼神坚定地说，自己愿意冒死刺杀董卓，为汉室除去这个祸害。众人听了都大吃一惊，没想到曹操竟有如此胆识。曹操，诸位大人不必忧心，操愿以身报国。曹操，我愿亲自刺杀董卓，为国除害。王允听了曹操的话，感动得老泪纵横。他把自己的祖传宝刀七星宝刀拿出来，交给曹操，并叮嘱他务必小心行事，为国效力。这把刀锋利无比，是刺杀董卓的绝佳利器。王允，孟德义士，此刀乃我祖传之宝。王允，愿助你一臂之力，
为国除贼。曹操带着七星宝刀，假装是去拜访董卓。董卓看他来了，很高兴，拉着他到卧室休息。董卓背对着曹操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这正是天赐良机。曹操轻轻抽出宝刀，准备动手。董卓，孟德来了，快坐快坐，今日与我同榻而眠。曹操心想，天助我也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就在曹操举刀准备刺下去的时候，董卓突然翻身醒来。他看到曹操手里的刀，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曹操心头一惊，赶紧跪下假装献刀，说是要送给董卓做礼物。董卓，孟德，你拿着刀想做什么？曹操故作镇定，禀太师，我得一宝刀，特来献给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吕布牵着马走进卧室。原来他看到董卓睡着了，就牵着赤兔马过来让他看看。曹操趁机把刀递给董卓，然后借口说要去试马，拔腿就跑。吕布，义父，赤兔马牵来了，您看看。曹操急促，我先去试试这马儿脚力如何。曹操骑着快马一路狂奔，董卓这才反应过来，觉得不对劲。吕布也告诉董卓，刚才曹操的神色确实可疑。董卓大怒，立刻派人去追捕曹操，但曹操早就跑得没影了。董卓，这曹操分明是想刺杀于我。董卓，快传我命令，务必将曹操抓回来。曹操一路逃亡，经过中牟县时，却不幸被县令陈宫给抓住了。陈宫是个正直的人，他听说了曹操刺杀董卓的事迹，深为曹操的胆识和忠义所感动。陈宫，你为何刺杀董卓？此乃死罪。曹操，为国除贼，虽死无悔。陈宫审问曹操后，越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他深知董卓的残暴，于是毅然决定放走曹操，甚至还辞官跟随曹操一起逃亡。这两位英雄的相遇，真是乱世中的一道光。陈宫，孟德乃真英雄也，我愿弃官随君。曹操，公台如此义气，操何其幸也。曹操和陈宫结伴而行，在逃亡途中，他们偶然遇到了曹操的旧识吕伯奢。这吕伯奢一家人心的善良，热情地款待他们。没想到，一场更大的误会和悲剧正在等待着他们。吕伯奢，孟德贤侄，快快进屋，老夫热情款待。陈宫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话说东汉末年，董卓这家伙啊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他废立皇帝，搞得朝廷乌烟瘴气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天下大乱啊！董卓，哈哈，天下事我说了算。百姓，哎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乱世之中，有个叫曹操的聪明人，他看着董卓这样胡来，心里可急坏了。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天下要被他毁了。曹操，董卓这厮，天下迟早毁于他手。曹操，我辈岂能坐视不理，当力挽狂澜？曹操灵机一动，想出个办法。他假借皇帝的名义，发出一道讨伐董卓的檄文，号召天下英雄好汉一起把祸害除了。曹操，此矫诏一出，天下响应。曹操，董卓恶行，天人共愤。消息一传开，各地的诸侯们可都炸锅了。有人觉得是个机会，有人犹豫，但大部分人还是义愤填膺，
纷纷响应曹操的号召。袁绍、董卓乱政，吾辈当讨之。袁术。哼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于是各地诸侯们开始行动起来，他们点齐兵马，准备粮草，旗帜飘扬，战鼓隆隆，一支支军队从四面八方开拔，声势浩大。没多久，18路诸侯的联军就浩浩荡荡地在洛阳附近的泗水关集结了。只见营帐连绵数十里，旌旗蔽日，真是人山人海，声势震天。诸侯们这么多人，总得有个主心骨啊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最终推选出了出身名门、实力雄厚的袁绍来做盟主，指挥这次讨伐行动。袁绍，既蒙诸位错爱，绍愿勉为其难。曹操，盟主英明，我等听凭号令。这边联军热闹得很，那边董卓也收到了消息，他大手一挥，派出了自己手下最勇猛的大将华雄去守住战略要地虎牢关。董卓，华雄，虎牢关就交给你了。华雄，主公放心，定叫贼人有来无回。联军先锋孙坚，也就是后来有名的江东猛虎，率先去攻打虎牢关。没想到华雄厉害得很，孙坚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吃了个大亏。孙坚，可恶，这华雄果然骁勇。士兵，将军，我们暂且退兵吧。情况危急，孙坚的部将祖茂为了救主公，使了个金蝉脱壳的计策。他把孙坚的头盔戴在自己头上，引开华雄，结果自己却牺牲了。祖茂，主公快走，我来引开华雄。孙坚，祖茂，你这是何苦？孙坚吃了败仗，祖茂也牺牲了，联军的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。华雄那边可得意了，每天都在关前叫阵，气焰嚣张，让诸侯们愁眉苦脸。袁绍，哀，华雄如此猖獗，奈何？众诸侯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华雄又来叫阵了。袁术手下有个叫于涉的将领，自告奋勇要出战，没想到才刚交手没几回合，就被华雄一刀斩于马下，真是可惜呀。于涉，末将愿往斩华雄。华雄，哼，不自量力。一个英雄倒下，又一个自告奋勇的来了。冀州牧韩馥手下的猛将潘凤，提着大斧子就冲了出去，结果呢，也是没多久就被华雄给斩了。哎，大家都傻眼了。潘凤，我潘凤在此，华雄纳命来。众诸侯，又败了。连续2员大将都被华雄斩杀，联军营帐里一片死寂。诸侯们个个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袁绍连连叹气，这仗怎么打下去啊？袁绍，吾等皆束手无策，莫非天要亡我？孔融，此贼如此骁勇，无人可敌乎？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一个高大红脸的壮汉捋着长髯，朗声说：“小弟愿往斩华雄。”此人正是刘备的义弟关羽。关羽，小弟愿往斩华雄，以报联盟。袁术，区马弓手，也敢大言不惭。袁术等人一听，纷纷嘲笑关羽只不过是个马弓手。但曹操却看出了关羽的不凡，他赶紧说：“且让这壮士去试试看嘛。”给了关羽一个机会。曹操，此人相貌不凡，颇有奇功。曹操，让他去试试又何妨？曹操命人倒了一杯热酒给关羽，说：“将军请喝了这杯酒，再上阵不迟。”关羽却说：“
久且放下，容我片刻便来。便提刀上马，威风凛凛的去了。曹操将军且饮此酒，再战不迟。关羽久且放下，某去便回。众人等着等着，时间好像过了好久。突然一声战鼓响起，只见关羽提着一个人头，大步走回营帐。再看他刚才放下的那杯酒，还是温热的呢。关羽信不入命，华雄已伏诛。众诸侯，天啊，酒尚温热！华雄死了，董卓大怒，这下可派出了他手下最厉害的超级猛将吕布。只见吕布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，身披百花战袍，手持方天画戟，骑着赤兔马，威风得不得了。吕布，鼠辈敢耳，谁敢与我一战？众诸侯，天啊，这就是吕布！吕布出场，气势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公孙在营上却被逼退。这时，只听一声怒吼，张飞拍马五毛，直取吕布。张飞，三姓家奴休走，阉人张飞在此。吕布，哪来的野猪，找死！